上期说到，深夜淋浴房惊现腐烂恶臭，李胜利尸体离奇蒸发，胡警官枪口倒转，林千怡举枪质问，眼前049是人是蛊，古滇巢穴尸潮暴动，变形蛊虫吞噬记忆，唐教授生死成谜。接下来请继续聆听。在外面，我看到林千怡拿着手电向着考古基地的东边跑去，便追了上去问他道：林姐，你是想到了什么吗？他边跑边说，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这些尸体的消失倒是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我刚才检查过了，淋浴房的地上一共有3滩不明液体，正好和你说的尸体的数量一致。换句话说，那3滩不明液体很可能就是李胜利他们的尸体变的。别忘了，那些尸体可不是人类的尸体，而是变形蛊虫的尸体。人死之后会腐烂成骷髅，而那些蛊虫死后会怎么样？事实上我们谁都不知道，说不定那些蛊虫死后时间一长就会溶解变成液体的形状。我一听便十分激动地说，真的吗？可林姐，你现在又是要去哪儿啊？林千怡回过头看着我说，当然是去替你找证据啊，我刚好知道一个地方，如果我刚才的猜测没错的话，只要我们去看一下那里，就能证明你到底有没有在骗我们了。过了没多久，我们便来到了营地东边的厨房附近。到了这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林千怡的意思。依照唐教授过去和我说的，考古队的人在遭到变形蛊虫的袭击之后，虽然落了个濒临全灭的结局，可是却也在当时把大部分化成人形的蛊虫给全部杀了。而那些死掉的变形蛊虫最后都被唐教授堆放在了厨房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刚到考古基地的时候曾经在厨房里看到的那些腐烂的尸体，想必就应该是变形蛊虫的了。而如果林千怡刚才的猜测没错的话，那么经过了这几天的时间，想必那些尸体也早就已经化成了一滩液体。果然，当我们靠近厨房的时候，一股和淋浴房相同的臭味立刻扑面而来。林千怡第一个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他便在厨房门口探出头，对我打了一个进来的手势。拿着手电筒，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厨房，不用林千怡提醒，便已经发现了这里的情况。遥想3天之前，我们刚到此地的时候，我还在这里看到了一地的腐败尸体。可是现在这个时候，那些尸体却和淋浴房里的尸体一样，早已经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在原来有尸体倒下的地方出现的一堆堆粘液。或许是在这3天里蒸发了不少，厨房地面上的粘液每一滩的大小都比淋浴房里的小了许多，但若是仔细寻找，我们还是很容易便在地面上分辨出那一滩滩有些眼熟的液体。我蹲在地上，伸手去摸了下，没错，还是熟悉的触感，还是那碱性腐烂的臭味。眼下尸体消失之谜也算是被解开了，看起来这种变形蛊虫所变化出的人形和真正人类的区别，除了没有内脏器官这一点之外，便是蛊虫所变化的人形死了之后，它的尸体会在不到1天的时间里迅速腐烂，最后融化成一滩液体。在厨房里找了条毛巾擦手，我对林千怡说，林姐，这些就能证明我的清白了吧？林千怡白了我一眼说，算你运气好，若刚才和你过来的是胡警官，保不齐他就直接开枪了。我沈笑了一下，是，幸好是林姐您呢。别说笑了。林千怡四处看了看，既然已经证明你说的是真的了，那我们也赶快回去吧。再晚一些回去，恐怕胡警官他们就要以为我是被你害了呢。我连忙点头表示赞同，两个人急匆匆的便往城门那边跑了回去。不过在半路上，林千怡忽然停下了脚步，转而又朝着考古基地的西边跑了过去。我追上去问他怎么了，他就告诉我说，这么回去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刚才这么一折腾，
时间早就已经过去了有近1个小时，现在这样两手空空回去，恐怕胡警官不只要怀疑我，甚至连林千怡都会一块怀疑起来。毕竟关于变形蛊虫的能力，他们早就已经从我这知晓了，因此与其就这么回去被人猜疑，还不如想办法找到一个能让他们相信我说的话的证据出来。证据？我有些不明白。眼下那些蛊虫的尸体都已经化成了一滩脓水，没有了那些尸体，究竟是怎样的证据才能让胡警官他们相信我说的话呢？说话间，林千怡已经领着我来到了考古营地的某个区域内。这地方我认得，正是穆警官那天出事的仓库附近。我正疑惑林千怡怎么领着我到了这儿，却见他忽然来到了穆警官被袭击的那个仓库旁，整个人趴在了地上。我问他怎么了，林千怡却指着仓库底下说，这里面可能有他要找的东西。这里要说一句，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火山岩洞里的地面环境并不完全平整，古城遗迹那边倒还好，但在考古基地这边，地面基本上都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因此基地里的一些建筑物本身就是建造在一些坑洞上面，在这些建筑物的底部和地面之间会有一些能够让人钻进去的坑洞，而在我们面前的这座仓库底下便正好有那么一个足够让人爬进去的缝隙。林姐，你要找的是什么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林千怡说完这句话，便把手电筒叼在了嘴上，手里拿着枪，小心翼翼地爬进了缝隙里面。起初我还能用手电筒照着看到林千怡在缝隙里面爬行，但没过多久，林千怡便越爬越深，最后连手电筒的光线也照不到她了。我在外面守了一会儿，见缝隙里面安安静静的，半天都没有动静，心里不由得开始有些担心底下的情况，便在缝隙旁叫道，林姐，你没事吧？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在外面叫了半天，底下却一直没有什么回应。就在我以为林姐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撸起袖子准备下去一探究竟的时候，底下终于传来了林千怡的声音，我没事，四九，你一定想不到这仓库下面竟然有个地洞。地洞？什么地洞啊？我有些心急道，林姐，你到底在下面找什么呀？赶快上来吧。再等一会儿，我手里拖着个东西呢，没那么容易上来。东西？你找到什么东西了？尸体，穆警官的尸体。穆警官的尸体被找到了，和当初唐教授给我看的李胜利的尸体一样，穆警官的面容同样也已经被破坏，再加上距离穆警官出事已经过去了3天的时间，他的尸体也已经有些开始腐烂浮肿，所以除了发型之外，我基本上已经无法将这具尸体和我印象中的穆警官对上。倒是林千怡对这具尸体的身份极为肯定，并且告诉我说，要想说服胡警官他们相信我的话，就只能依靠这具尸体了。抱着疑问，我在林千怡的吩咐下去找了张毛毯，然后和他2个人一起抬着这具尸体往胡警官他们那边走了回去。等我们到了遗迹那边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胡警官他们，却先在城墙上听到了陈美阳有些惊喜的叫声，胡警官，他们回来了，林同志他们回来了。没多久，我便看到胡警官也跑上了城头，望着我们这边张望了一下，紧接着便下了城墙，朝着我们跑了过来。还隔着几十米的距离时，胡警官忽然举起了枪，对我们叫道，林同志，你们不用靠近了，就站在那里别动。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早就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了，因此我和林千怡也没有做出什么多余的动作，老老实实地停住脚步，把尸体放在了地上。胡警官举着枪缓缓朝我们靠近，当他走到足够看清地上那些尸体模样的时候，方才停了下来，问我们，2位林同志，你们怎么回来的那么晚呢？搬一具尸体需要那么久吗？
他又用枪指了指地上的尸体道：“这个就是那具蛊虫的尸体，我怎么看它和人的尸体没有什么两样啊？”我和林千怡对视了一眼，按照事先说好的，由他将我们刚才看到的蛊虫尸体的变化以及这具尸体的真正身份说了出来。起初在听到我们没办法把蛊虫尸体带回来的时候，胡警官看我们的眼神立刻就有些不对劲，似乎是已经认定了我们在说谎，看不到变形蛊虫的尸体就无法证明那种怪物真正的存在。而当他听到眼前的这具尸体就是穆警官的尸体之后，胡警官更是一下子双眼赤红，举着枪走了过来，同时冲着我们大喊大叫，让我俩离尸体远一点。林千怡立刻拉着我后退了几步，只见胡警官一边举枪瞄准着我们，一边蹲下身子，低头看了一眼穆警官的尸体。因为尸体的面容五官未毁，胡警官一时半会儿还不能肯定这尸体真的就是穆警官的。不过当他伸出一只手抬起穆警官的左手手掌看了一眼时，胡警官便突然浑身一震，身子忍不住发起抖来。只听他断断续续的用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自言自语地说：“没错，黑木头以前出任务的时候，为了救我，自己的左手掌被歹徒用匕首刺穿过，这就是黑木头，没错，黑木头。”下一秒，胡警官便出奇的愤怒，一下子冲到我的面前，抓住我的衣领，同时用枪指着我的脑门，嘴里骂道：“林四九，杀死黑木头的人是不是你？是你杀了他，对不对呀？”我想要辩解几句，却因为被衣领卡住了脖子，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见状，林千怡连忙靠了过来，刚想替我解释一下，却被胡警官一把推开。“李小姐，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你也不是什么好人，你和林四九是一伙的。”“不对，胡警官，你误会四九了。”“误会个屁呀！黑木头的尸体就在这里，他还能有什么解释？你敢杀了黑木头，我就要拿你的命替黑木头报仇！”一边大骂着，胡警官竟然拉开了手枪的保险，竟然真的要开枪杀了我。就在这时候，林千怡猛地从背后一伸手，将他手中的枪抢了过来，同时一个转身将胡警官的手扭到了背后，又把他的脑袋按在了地上。“胡警官，你给我冷静一下！”“放开我！黑木头死了，你要我怎么冷静？”被按在地上的胡警官几次想要从林千怡手下爬起来，却发现自己怎么也挣不脱。见状，他便冲着站在一旁傻愣着的冯春两人大叫道：“冯同志，陈小姐，快过来帮我，要不然接下来他们两个就会杀了你们！”冯春和陈美阳闻言刚刚才跨出一步，林千怡已经举枪对准了他们。“都别过来！”看到他们两个又停住了脚步，林千怡才转头对身下的胡警官说道：“胡警官，你别闹了，杀死穆警官的是那些蛊虫，你作为一个警察，难道看不出来穆警官的死亡时间吗？他昨天晚上就已经死了。”林千怡的话让胡警官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你说的是真的？”看胡警官好像已经冷静了一些，林千怡松开手，从他身上爬了起来，同时说道：“你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也不用他催，胡警官已经爬了过去，在穆警官的尸体边看了老半天。虽然胡警官没怎么说话，但是从他的表情上我也能看出来，胡警官已经看出了问题。这时候林倩怡也在一旁说道：“胡警官，你现在明白了吗？如果穆警官真的是昨天晚上就死了，那今天早上和我们道别的那个穆警官究竟是谁？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这个看到胡警官他有些犹豫，是不是该相信我？林倩怡又道：“除了死亡时间外，穆警官的尸体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证明四九说的话。”胡警官抬头问了一句：“是哪里？”林倩怡把枪递给了我，自己则走了过去，指着尸体的脑袋说：“如果穆警官真的是被变形蛊虫所杀，
那他的大脑也应该消失不见了。所以我们只要把尸体的头部解剖一下，就能清楚四九有没有对我们撒谎了。要解剖穆警官的尸体，胡警官本是10000个不乐意，觉得这样对穆警官太不尊重，但若是不这么做，他又实在是无法相信穆警官真的是被什么变形蛊虫所杀。考虑了好一会儿，他才最终点头同意。负责解剖的人是林千怡，他向胡警官从随身携带的武器里找了一把锯子，便开始动手。动手的时候，我和陈美阳他们3个都看不下去，远远地躲在一边。倒是胡警官一直站在林千怡的身边，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他的动作。而当林千怡用锯子锯开了穆警官的天灵盖后，所有人连同胡警官在内都清楚地看到，在穆警官被锯开的脑袋上，除了头骨之外，竟然连一丝脑组织的痕迹都没有。就如同唐教授对我说的一样，穆警官在被杀死之后就被变形蛊虫吞噬了他的大脑。面对穆警官这具极度诡异的尸体，胡警官他们终于相信了变形蛊虫的存在，因为唯有这种变形蛊虫才能解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与此同时，林千怡也按照事先与我约好的，开始对所有人说明一个情况，那便是在他们之中很可能已经有一只变形蛊虫混了进来。什么？我们当中有怪物？是谁？他会是谁呢？怪物？谁是怪物？我要杀了他，替黑木头报仇！不要，我不要像穆警官那样死掉。林千怡的话说完之后，对面的3个人反应各异，但毫无例外的，他们都陷入了对变形蛊虫的恐慌之中。这一点从他们的反应上就能看出来，因为在林千怡说完之后，即便是嘴上叫嚣着要替穆警官报仇的胡警官，也是下意识的开始与周围所有人拉开了距离。每一个人都开始怀疑起周围的同伴，生怕他们就是变形蛊虫变的。这种情景自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于是林千怡忽然抬手朝天上开了一枪，砰！突然爆起的枪声一下子让众人安静了下来。林千怡这才说道：大家都不要太过惊慌了，我刚才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换句话说，这也有可能是我多疑了，说不定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平安无事地活了下来，根本就没有人被变形蛊虫袭击过。就算我们之中真的有一只变形蛊虫，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太过担心。别忘了，仅仅是唐教授一个人就在49面前杀死了3只变形蛊虫。那些蛊虫除了良好的伪装能力之外，其实和我们人类并没有太多区别。它对我们真正的威胁是让我们互相猜疑，失去信任。反过来，只要我们之间彼此信任，互相团结，就没有必要害怕它。等到外面的救援人员到了之后，相信利用科学仪器，我们很容易就能确认出变形蛊虫到底是谁。这番话说完，虽然脸上仍然带着不是很相信的表情，但至少胡警官3人的情绪算是稍微稳定了下来。林千怡看了看手表，随后说道：好了，现在已经很晚了，我看我们还是回营地去睡一觉吧。你在开玩笑吧，李小姐？胡警官说道。现在这种情况，谁还睡得了觉啊？就算是要睡觉，我也不想和别人睡在一起。鬼才知道半夜的时候，会不会有人突然把我的脑子给吃了。陈美阳和冯春也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对，我们不要和别人睡在一个地方。不然呢？林千怡反问他们：你们难道想要一个人找地方睡吗？没有一个人敢于回答林千怡的问题。事实上，刚才他们嘴上虽然都这么说，但真要让他们自己找地方休息，却也没有人有这个胆量。毕竟离开周围的同伴，就意味着一旦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得不到别人的支援与帮助，只能自己一个人独自去解决了。因此商量来商量去，众人最终还是决定返回考古基地，
在基地里面过夜。不过和之前情况不同的是，这一次大家都不会再住在帐篷里，而是在考古基地里找5间靠得较近的屋子，每人选择1间作为自己的房间休息。选择房屋而不是帐篷，是因为睡觉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把房门反锁过来保护自己，这比起住在临时营地的帐篷里自然要安全得多。挖了个坑将穆警官安葬后，我们便一起返回了考古基地。在冯春和陈美阳2人的指引下，我们还真的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的休息区域。这个区域就在唐教授的宿舍附近，连同唐教授的宿舍在内，一共5个房屋，分别是考古队的几名领导的宿舍，给队里女同志们住的集体宿舍，以及提供给因故来访的外来人员居住的房屋。之后众人又返回临时营地，草草地吃了一顿晚饭后，便收拾东西，各自提着大包小包，将整个临时营地完全搬了过去，开始分配房间。因为对唐教授还比较忌惮，唐教授的房间没有人选，最后便便宜给了我。而林千怡的房间则和我有一段距离，中间还隔着陈美阳和冯春。胡警官的房间则是在5间屋子里最靠近外围的一栋。各位，时候不早了，睡个安稳觉吧。是啊，晚安。分配好了屋子和钥匙，众人互相道了晚安，便各自返回了自己的屋子。我和林千怡看着他们一个个进了屋子，锁上房门之后，才互相道了个别。我走到唐教授的宿舍前，打开房门，刚想进去，忽然想到了一件事，转身把林千怡叫住。林姐。林千怡回过头，怎么了？我犹豫了一下，方才说道，今天谢谢了。傻瓜。林千怡冲我嫣然一笑道，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说完了这些，林千怡又与我挥了挥手，便往自己的屋子走了过去。望着林千怡远去的背影，我的心情有些小小的激动。这一切都是因为林千怡离别时对我露出的笑容，在那一刻竟然让我有一种男女间说情话的错觉。这种错觉一直到我躺在唐教授的床上时，仍然徘徊在我的脑海，让我久久不能入睡。我张着眼躺在床上发愣了不知道多久，一直到我无意中看了一眼手表，发现都已经快过12点了，才摇摇头把那份错觉抛之脑后，闭上眼睛准备睡觉。不过我刚合上眼，脑海里却又浮现出唐教授的身影。自从在巢穴里和他走散之后，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可唐教授却再也没有半点消息，也不知道他现在究竟是平安无事，还是已经出了意外。胡思乱想之中，我终于不堪身体上的疲惫，渐渐睡了过去。这天晚上我们吃的是面条，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心情，所以没什么人弄面里的配菜，大家都是将就着吃的清汤面。面条淡而无味，我只能多喝些面条汤给嘴里增加味道。结果睡到半夜，我便被一泡尿给憋醒了。唐教授的宿舍里没有厕所，我只能去外面方便了。当我正在一个角落里放水时，却忽然听到一声惊呼。这考古基地里眼下除了我们几个人之外，几乎就没有什么别的活的东西了，因此在这样安静的环境下，那惊呼声便显得格外刺耳。可更加让我睡意全无的是，我竟然发现那惊呼声竟然好像是林千怡发出的。我四处看了下，发现声音传来的方向好像是从胡警官那儿传来的，便系上裤带赶忙奔了过去。半路上我看到陈美阳和冯春2个人站在一块儿，正一脸迷茫的互相交谈着什么。看到我过来，2个人立刻拉住我问道，林同志，你刚才听到了什么吗？是林姐，她好像出事了。什么？林小姐出了什么事？不知道，过去看看。紧接着我们3个人便一块跑了起来。在这一路上，我一直在脑海里想象着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让林千怡发出那样的惊呼声。可是当我们赶到现场之后，当时的情况还是让我吓了一跳。
只见当我们赶到的时候，胡警官的屋子里已经房门洞开，我们拿着手电筒冲进去，却看到胡警官已经倒在地上，他的喉咙被割破，鲜血已经在身下形成了一道血泊。而在胡警官的身旁还有另外一具尸体，不过那尸体却是赤身裸体，尸体的脑袋虽然被砸了个大洞，但他的模样却还是能够分辨得出，竟然也和胡警官毫无二致。至于林千怡则一脸惊慌地跪在两具尸体中间，他的左手沾满了鲜血，右手则竟然拿着一把还滴着血的匕首。林姐，你在做什么呀？我问道。看到我们进来，林千怡这才慌张地从原地站了起来，扔下匕首说：胡警官死了。冯春推开了我，指着胡警官的尸体说：你杀了他？不对。林千怡连忙辩解说：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我之前听到胡警官房里有奇怪的声音，便过来看看，结果就看到了这两具尸体。我走过去，捡起林千怡丢下的那把匕首，没有犹豫，便剖开了那具赤裸的胡警官的尸首。当看到这具尸体腹腔之内空空荡荡的时候，我身后响起了陈美阳的尖叫声：变形蛊虫！没错，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这具和胡警官一模一样的尸体，很显然是一只已经变形成了胡警官的变形蛊虫。在陈美阳喊出那句变形蛊虫之后，整整有1分钟的时间，现场所有人连同我在内一句话都没有说出口。而接下来出乎我意料的情况便发生了，只见林千怡忽然举起枪指着我们说：是你们中的一个，你们中间有人是变形蛊虫。在昨天晚上向他们解释变形蛊虫的时候，我已经把唐教授的观点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所有人。变形蛊虫会化成人形潜伏在我们身边，而它的目的则是通过自我繁殖让变形蛊虫取代更多的人。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检查过营地周围，并没有任何变形蛊虫存在的痕迹，因此现场出现的这具新的变形蛊虫尸体，只有可能是我们中的某一个人新繁殖出的蛊虫个体。不过面对林千怡的指控，我身后的陈美阳和冯春两个人的反应却更加激动。他在说谎，不可能是我们。冯春更是毫不畏惧林千怡的枪口，指着他说：是他才是变形蛊虫。听到冯春的话，我连忙替林千怡辩解道：不可能，林姐不可能是的。林同志，事实就在眼前，我们眼前的不是林小姐，而是一只变形蛊虫。冯春大声道。我拼命摇头道：不可能的，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林姐是变形蛊虫啊？证据，她手上的血就是证据，现场的一切就是证据。冯春站在胡警官的尸体旁，摊开手对我们说：这里的一切已经很明显了，当时这位李小姐带着新繁殖出来的变形蛊虫准备袭击胡警官，却被他发现，2对1之下，胡警官虽然反抗了，却也只杀死了这只准备取代他的变形蛊虫，最后却还是被他给杀死了。不是我说了，我只是听到了这里的动静才来到这里而已。林千怡情绪有些激动地反驳道：撒谎，你没有证据证明你说的一切。那你们呢？你们也一样。我看他们两个人越说越激动，林千怡手里的枪口更是不断地晃来晃去，一副随时都可能开枪的样子，连忙站到了他们两人中间。停，不要吵了。待到他们安静了下来，我才问道：林姐，冯春说的对呀，你这么晚了怎么会听到这里的动静？林千怡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我说：四九，连你也怀疑我？不是的，我连忙解释道：林姐，我只是想要帮你证明你的话而已。那你为什么不先让他们说清楚自己的事呢？我会的。我知道这对林千怡来说的确是有些不公平，但眼下论起嫌疑程度，的确是眼前的林千怡更加可疑一些。就算我自己100%相信千怡，也必须先让身后的两人打消疑虑才行。于是我恳求道：林姐，求求你啊，先说明一下吧，
你当时是怎么会听到胡警官这里有动静的？好吧。林千怡叹了口气，放下了枪。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听到胡警官这里的动静，而是在睡觉的时候，忽然听到他这里传来的开门声。大半夜的，我不知道胡警官为什么要开门，才起床过来看了一下，结果就发现了这里的尸体。开门声，如果林千怡说的是实话的话，这开门声很有可能不是胡警官开门的声音，而是凶手从他这里离开时发出的。我正这么想着，冯春却一脸不信道：“他在说谎，我根本就没有听到什么开门声。”陈美阳也说道：“我也是，不可能。”我看林千怡情绪有再度激动起来的可能，忙插嘴打断了他们，让他们都冷静一下。随后我才问起冯春和陈美阳，事发之前他们两个人都在做什么？为什么我听到林千怡的尖叫跑过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会已经站在了自己的房子外头？当然，为了让他们顺利说出真相，我自己先带头做了解释，说明了我当时会离开自己的房间跑到外头的原因。当我说完之后，冯春便也做出了说明：我和你的情况一样，只不过你是小号，我是上大号，我昨天晚上吃多了。陈美阳在这时候忽然插嘴道：“对，老冯，你昨天真的吃的很多，就你一个人把面都吃完了。”我打断道：“陈小姐，请让冯先生先说完。”冯春继续说：“我因为晚上吃的有点多，睡到半夜的时候肚子有些疼，就跑出来上大号。我可以发誓，在我出来的时候，外头根本就什么动静也没有。然后就在我上完大号准备回去睡觉的时候，我忽然听到有人发出尖叫声，然后便看到小陈从自己的屋子里出来。”陈美阳证实了他的话：“对，我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刚好就看到老冯在我门口对面准备进屋，外面还有他拉屎的臭味呢。顺便说一句，我今天晚上一直都没有睡，穆景华和李胜利的死让我根本就睡不着，所以我一直在看书。”当陈美阳的证词说完之后，我还在脑子里总结他们两个的话，冯春便已经急不可耐地说：“看，我和小陈两个人可以互相证明。小林，你离胡警官的屋子最远，中间还要经过我和小陈的房间，要是凶手是你的话，我没理由会看不到你，所以唯一有嫌疑的人就只有他了。不仅仅是因为住的离胡警官近，并不能当作证据啊。而且以你们的屋子和这里的距离，听不到这间屋子里的动静也很正常了。”我话还没说完，冯春忽然又说道：“不，我们有办法可以证明。林同志，你不是说变形蛊虫伪装的人形都没有内脏器官吗？只要我们给他肚子上切开一刀，看看他有没有内脏，就全明白了。”什么？我被冯春的异想天开吓呆了，还没来得及说话，一边的林千怡已经跳了起来：“没有人能碰我！为什么你不先切开自己的肚子证明一下？”林千怡的反应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说起来，她的情绪在这时候有些激动过头了，但很快我便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在这几天里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心理压力，被困在暗无天日的岩洞中，还要抵抗未知的蛊虫而带来的恐惧。这一切已经让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压力达到了临界点。而现在因为胡警官的死，众人的心理压力也终于超出了各自所能负荷的极限，就连林千怡也不例外。所以他此刻才会如此情绪不稳，控制不住自己的举动了。想到这儿，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让众人安静下来。然而我的口才这时候阻碍了我的好心，任凭我说破了嘴，他们三个都没有平复下来的迹象。三人之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陈美阳这时候已经开始拉着我的手对我叫道：“林同志，你就不能清醒一点吗？我们面前的这个林小姐是变形蛊虫，就算你下不了手，我们也必须把她关起来。”我拼命摇头道：“不行，一定还有办法能辨别出谁是蛊虫的。如果真的有的话，古滇国又怎么会灭亡？”冯春冷笑道：“要我看，还是切开他肚子看一看的好。”
我们只要切开一个足够让我们能辨认出内脏的小伤口就行，并不会置人于死地的。陈美阳点了点头说：没错，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基地里有急救用的设备，我也学过一些急救护理。不可能！林千怡忽然再度举起了枪道：我不会让你们碰我的，要我来说，搞不好你们全都是变形蛊虫。你们在巢穴杀了冯春和陈美阳，现在杀了胡警官，接下来还准备杀我和49，对吗？枪口不断在冯春和陈美阳两人的头上移动着。与此同时，林千怡更是已经打开了保险，拉动了枪栓，眼看就要扣下扳机。现场状况一片混乱，一直以来在我面前都能保持冷静的林千怡，此刻却也被我们如今的困境所压垮，情绪明显出现了失控。我在一边心中暗自自责，责怪自己怎么没有早点发现林千怡情绪上的问题，一边朝他拼命摆了摆手，生怕他一时激动便扣下扳机。林姐，你先把枪放下来。正当林千怡的注意力被我给吸引的时候，却不料冯春冷不防从身旁的桌子上举起了台灯，做事便要朝着林千怡头上扔去。然而林千怡的反应也同样迅速，他在冯春刚刚举起台灯的同时，枪口便已经对准了他。眼看意外又要发生，我终于忍无可忍，将身上藏着的手枪也掏了出来，对准了林千怡。看到我手里的枪，冯春和陈美阳都愣了一下，而林千怡更是一脸难以置信的：四九，别用枪指着我。我说：对不起林姐，但请你理解。你要我理解什么？林千怡无法置信地皱起了眉，她的表情满是愤怒和震惊，忽然便调转枪口指向了我：四九，把枪给我放下。林姐，该放下的是你呀！我几乎是喊着说道，同时不断用眼神哀求他。四九！林千怡同样大喊了一声：是我呀，四九！难道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胡警官他们怀疑你的时候，只有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呀。你觉得我这样做可能是什么变形蛊虫吗？我沉痛地皱了皱眉，低声说：林姐，你忘了昨天晚上你对我说的话了吗？信任归信任，但是必要的警惕却是绝对不能丢的。这句话是昨天晚上林千怡和我一同进入营地寻找李胜利的尸体时，他亲口教给我的。在我当着所有的人面前将林千怡告诉我的这句话重新复述了一遍之后，我便将手里的枪栓给拉了开来，以此证明我是真的做好了开枪的准备。我面前的林千怡大概这时候已经感觉到了我的认真，只见他苦笑了两声：好吧，四九，你说的对。说完，林千怡慢慢将枪口放了下来，最后把手里的枪交到了我的手上。一场闹剧就此结束。由于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有效的辨认变形蛊虫的手段，对于林千怡的处置结果，我们经过商量，决定在救援人员赶到之前，先将林千怡关进考古基地的存放文物的仓库之中。那间仓库因为是专门存放从遗迹里挖掘出的文物的，所以拥有整个基地里最严密的安全措施。一间3厘米厚的大铁门，铁门只有从外侧使用专门的钥匙才能打开。房子里也没有窗户，只有一个能勉强让老鼠进出的通风口。因此只要大门一锁上，除非有人帮忙，林千怡便没有可能离开那里。3个人押着林千怡来到仓库旁，冯春让我先看着他，自己则和陈美阳2个人去附近找仓库的钥匙。趁着他们离开的功夫，我在林千怡耳边低声说：林姐，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吧，食物和水我会定期给你送来的。听到我的话，一直沉默不语的林千怡转过身，不得不说，她此刻眼中的情绪满满都是失望与无奈。我不敢直视她的目光，只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不过就在这时候，林千怡却忽然叫了我一声：四九。我抬起头道：林姐，还有什么事吗？林千怡注视着我，低声说：四九，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把我关进这仓库，如果变形蛊虫趁着你们不注意袭击我的话，我该怎么办？
这个我一时有些语塞。的确呀，关在这个只能从外部打开的仓库中，就意味着一旦林千怡遇到危险，他几乎就退无可退了。而且因为这个仓库距离我们现在休息的地方很远，因此即使这里有什么动静，我们也很难第一时间注意到。想到这儿，我不禁有些左右为难。这时候冯春的声音忽然从隔壁的一间屋子里响起：找到了！我看着他们已经找到了钥匙，马上就要出来了，我忽然心中一动，生出了一个念头。于是我偷偷把自己刚才捡到的那把匕首塞进了林千怡的手里。林千怡有些诧异地接过匕首说：四舅，你这是？我看冯春他们还没出来，抓紧时间说：林姐，这东西你藏好了，就当是防身用的吧。要把你关起来是我们3个人商量后的决定，我没办法反驳，但是我自己还是决定信任你一次。不管怎么样，我都绝对信任你。四舅。林千怡看着我，还想说话，但是这时候我的视线已经注意到了冯春2人的身影，便轻轻推了他一下，示意他赶快把匕首藏起来。等到冯春他们过来的时候，林千怡已经把匕首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冯春2人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刚才的小动作，他们径直走了过来，将仓库的门打开之后，便把林千怡推了进去。砰！仓库的大门在我眼前缓缓合上。冯春把门锁好之后，便对我说：林同志，因为你和林小姐的关系，这把钥匙我和小陈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先来保管，你没有意见吧？嘴上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可很显然，就算是我拒绝，他们也不可能把钥匙交给我。于是我自然也没有多费口舌，仅仅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把林千怡关起来之后，3人在沉默中返回了营地。正准备各自回屋睡觉的时候，陈美阳忽然叫住了我：林同志，李小姐和胡警官的枪是不是在你身上？我拉开衣服，露出底下连同穆警官和我自己手里的一共4把枪给他们看，随后问陈美阳怎么了。这个陈美阳看了一眼冯春，随后将视线转向我道：林同志，我想说的是，眼下你是我们3个人里唯一手里有枪的人，要是你也是变形蛊虫的话，我们岂不是都要完了，不是吗？我看了一眼冯春，发现他在陈美阳做出如此提议的时候，同样是频频点头，虽然没说话，但脸上却一脸赞同的表情。我想了想，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将4把枪都拿了出来。好吧，你们说的有道理。紧接着我便把4把枪的子弹都卸了下来，一个不留的全交给了冯春，然后又分出2把枪交给了陈美阳，然后说道：现在子弹在冯先生手里，4把枪在陈小姐和我的手中，没有子弹，这些枪完全就没有了威胁。这样你们满意了吗？林同志，我们只是想消除一些隐患而已啊。好了，不用说了，我也知道你们的理由。做完这些，我感觉浑身的力气都已经被抽空了，随后便不再说话，径直返回了自己的屋子里睡觉。只是躺在床上，我却失眠了。我好后悔呀，后悔当初在江丽丽那次事件中，自己非要逞能滥用能力，结果导致了今天这么紧要的时候，我自己的能力却偏偏用不了。我也不知道今天自己的选择有没有选错，也不知道林千怡是不是真的就是变形蛊虫。我给他留下的匕首，日后会不会成为危及其他人生命的隐患？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自从那天的事情过后，一晃眼整整2天时间便飞快地过去了。这2天里，我们的霉运仿佛是终于结束了一样，期盼已久的好消息接二连三地出现了。第一个好消息是在林千怡被关进仓库之后的第1天便出现的。这一天，在我们吃午饭的时候，我身上许久没有动静的卫星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拿出来一看，才发现竟然是有人通过电话里的无线电功能在呼叫我。我身上的这台卫星电话是749局特制的产品，除了有卫星电话功能外，也兼具了短距离的无线电通信功能。不过这个功能
仅限于同样型号的卫星电话之间才能使用，因此我电话里的无线电在这时候响起，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749局的增援终于到了。果然，就在我接通无线电之后，高亮的声音便从电话里传了出来：“149，我是高亮，收到请回话。”听到电话里高亮的声音之后，我竟然头一次发觉他的声音竟然是如此有磁性，大喜之下也顾不得什么掩饰了，当着冯春他们的面便和高亮沟通了起来。一番联络之后，我们才知道，就如同高亮之前和我约定好的一样，在我们抵达遗迹并且失去联络之后的第2天，他便立刻派人过来确认我们的下落。而当得知我们进入的山洞已经被炸塌了之后，还在长寿村那边进行扫尾工作的高亮便立刻意识到，刚刚结束了一次危机的我和林千怡2人一定是又出事了。于是他便立刻带着大队人马赶了过来，开始实施营救行动。只是受限于山路崎岖，他们的营救行动进行缓慢，一直到了今天，山外的回收处人员才在坍塌的山洞里挖出了一个小洞，让他们得以通过无线电的方式先一步与洞里面的我和林千怡取得联络。至于何时能够让我们离开这里，高亮给出的结论是，就算让外面的人不眠不休的工作，也至少还需要1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把已经被炸药炸塌的山洞清理出一条可以让我们离开的通道。虽然这个时间听起来有些久，但对于已经深陷于困境许久的我们来说，这已经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除了救援将至的好消息之外，另外一个好消息便是，在林千怡被关起来之后的2天里，我们3人之中再也没有新的遇害者出现。这个事实让冯春和陈美阳一口咬定，被关起来的林千怡就是变形蛊虫，要不然就无法解释这2天的时间里谁都没有被杀的事实。为此，他们2个人便提议，为了一绝后患，最好还是早点把林千怡这只变形蛊虫给杀了为好。我虽然也对为什么把林千怡关起来之后，那只隐藏起来的变形蛊虫就再也没有动手而感到疑惑，可是出于对林千怡的信任，我对他们的提议坚决给予了反对。在我的竭力劝说之下，他们2人才同意就这么维持现状，一直等到外面的救援到来，再将疑似变形蛊虫的林千怡交给他们来解决。不过自从已经认定了林千怡就是变形蛊虫，而救援又将在不久之后便赶到之后，冯春和陈美阳2个人也是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完全放松了最起码的警惕心。就比如说今天晚上准备晚饭的时候，冯春和陈美阳2个人竟然都没有和我打声招呼，便离开了现今的居住区，回到了我们原本住宿的临时营地那儿。要不是我在晚饭前看到他们2个人咬耳朵，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恐怕连他们离开了都不知道。我一直尾随在2人身后，一直到看到他们钻进了李胜利原本的帐篷里，翻出了一瓶白酒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们2个是专程过来找酒的。看到我忽然出现在他们2个人的眼前，陈美阳一脸的不好意思，冲着我摇了摇手上的酒瓶说：“小林同志，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晚上就一起喝一杯吧。”我没好气儿地说：“2位，眼下这种情况，你们如果要找酒的话，也应该把我叫上才对呀。要不然，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变形蛊虫的话，岂不是很危险？”冯春和陈美阳互相看了一眼，随后对我笑道：“小林同志，你想多了，那变形蛊虫不是林小姐吗？只要她不出来，大家就不会有危险。”可是，好了好了，冯春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今天晚上大家喝一点酒。在这个鬼地方待了那么久，马上要回去了，我们难道不该庆祝一番吗？”冯春这么一说，陈美阳也拉住了我的手。来考古基地这几天，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他脸上如此灿烂的笑容。老冯说的对呀，小林同志，我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虽然我认为在这种时候庆祝实在是有些太早了，
但我一个人的意见终究无法影响他们两个庆祝的念头。就这样，我被他们两个人一左一右拉回了住宿地。随后陈美阳把库存里剩余的火腿和真空蔬菜都拿了出来，冯春点燃了地上挖出来的灶头，把锅摆上，烧起了开水。两个人又找了些面粉，一起动手包了将近100个火腿蔬菜馅的饺子。三个人吃着饺子，喝着白酒，一同庆祝着噩梦即将结束。吃饺子的时候，我以为还想着林倩怡的事情，并没有吃太多，酒也没有碰多少。倒是陈美阳和冯春两个人看起来因为没了心事的缘故，各自胃口大开，一杯接着一杯不停。两个人几乎将白酒喝了一大半。除此以外，冯春的胃口更是好得惊人，将近100个饺子，他竟然一个人就吃掉了60多个，看得我和陈美阳是目瞪口呆。到最后，冯春和陈美阳两个人完全喝得酩酊大醉，也不回屋休息，直接倒头就躺在了地上，呼呼大睡起来。我怕他们两个着凉，便去了两个人的屋里，找了些毛毯给他们盖上，又怕他们睡在外面太危险，便一直坐在一旁硬撑着，想等他们醒了再送他们回屋睡觉。可是一直到我眼皮打颤撑不住的时候，他们两个还是没有清醒的迹象，我只能叹了口气回屋睡觉。躺在床上，我以为心里一直担心外面两个人，不时的起身确认他们的情况。到后来又索性从床上爬了起来，拿着一本小本子，一边分析起不死蛊虫的问题，一边观察外面的动静。摊开本子，我回忆着自从来到遗迹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将自己目前为止掌握的所有和变形蛊虫有关的情报全都一一罗列在本子上，然后又将变形蛊虫取代的李胜利和穆警官两人生前的情况也一同列了上去，希望能在这些线索之中找到能够辨别出被变形蛊虫取代的人的方法。虽然还有几天时间我们就能获救，但我绝对不会认为那只潜藏起来的变形蛊虫会如此坐以待毙。在救援到来之前，他一定会用尽各种手段，想办法把我们这些人全部变成他的同类的。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还真的发现了一些过去我没有注意过的线索。比如说，在每一次出现变形蛊虫的时候，我都曾经在事发现场附近发现过一些不明真相的粘液。那些粘液虽然直到目前为止依旧是来源不明，但从那些粘液给我的感觉以及它们出现的时间上来看，这些粘液与变形蛊虫之间一定有着某种联系，而且它们很有可能就是那些变形蛊虫移动时留下的痕迹。又比如说，变形蛊虫的每一次袭击都绝对不会是单独行动。无论是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从不久之前胡警官的死来看，每一次变形蛊虫的袭击都至少会有2只变形蛊虫协同行动，而且其中必然会有一只已经变形成人形但是还没有获得心智的变形蛊虫参与到袭击中，而他们袭击的目的就是让这只变形蛊虫有机会吞噬被害人的大脑，以拥有被害人的记忆与心智，让变形蛊虫得以取代被害人。仔细想起来，这还是自从我知道变形蛊虫的存在之后，第一次有机会静下心来分析它的情况。然而当我将这些注意到的线索都分析了一遍之后，我却悲哀地发现，值得我注意的东西的确很多，但真正能帮助我辨认出谁才是变形蛊虫取代的人的情报却几乎没有。怎么会这样呢？我有些不信邪地想到，变形蛊虫的能力一定不会是绝对完美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存在。变形蛊虫的变形能力一定还有除了无法模仿出内脏器官外的其他缺陷，只要我能发现这个缺陷，就一定能找出潜藏在我们4人中的变形蛊虫。只可惜我在桌子前想了老半天，想得头都疼了，
却依旧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伪装成李胜利和穆警官的2只蛊虫，在事发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分辨出他们的真实身份。就算是和穆警官交情颇深的胡警官，在当时也根本就没有分辨出穆警官的真伪。那些变形蛊虫的能力简直就好像是开了挂一样啊！他们不但能模仿出人类的外表，在吞噬了人类的大脑之后，甚至连性格和记忆都能模仿出来。这种能力简直就是无法用科学去解释。也不知道1000年前的古滇国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才能创造出如此恐怖的生物出来。想破了头也想不出其中的名堂。我最后只能无力地瘫坐在座位上。过了一会儿，我深吸了一口气，想要去喝口水，先休息一会儿。但就在这时候，我的目光刚好经过了窗户那儿，却再也移动不开了。只见原本还躺在地上呼呼大睡的陈美阳和冯春2个人，此刻竟然消失在了我的眼前，不知去向。人呢？他们人呢？我愣了半晌，待我回过神来，立刻便冲出了房间，跑到了他们原本睡觉的地方。在还烧着火的灶头旁，我之前盖在他们2人身上的毛毯被放到了一边，毛毯里还有些热乎，似乎2人才离开没多久。他们会是回自己房间里睡觉了吗？对于眼前的情况，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这个解释。然而我在2个人的屋子里转了一圈之后，却并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个事实让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很明显，事情已经有些不对劲了。2个大活人绝不可能自己凭空消失，一定是有第三者出现，将他们给带走了。只是眼下这个时候，又会是谁在我完全没有发现情况下把他们2人带走的呢？难道是变形蛊虫？可如果是那些怪物的话，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次出手的会是某只隐藏在我们附近的变形蛊虫，还是我们之前就一直在怀疑隐藏潜伏在我们4人中间，杀死了胡警官的那只变形蛊虫？他们会在这个时候出手，恐怕也是因为知道了我们的救援快要到了，所以耐不住性子出手了吧。正想着，我已经回到了陈美阳他们之前睡觉的地方，却忽然闻到了一股焦味。低头一看，才发现是我们之前煮饺子用的那个锅，里面的饺子汤已经被完全烧干了，一股焦味正从锅底飘了出来。见状，我连忙伸手想要把锅从火上挪开，却不料整个铁锅已经完全被火焰灼烧的滚烫。我的手刚碰到锅，便被骤然烫了一下。我手上冷不防的一痛，下意识的便把手里的铁锅往边上一扔。等我回过神来，便看到铁锅已经滚在了地上。不过幸好晚饭的时候锅里的饺子都已经吃光了，因此并没有什么东西被洒出来。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视线落在已经空无一物的铁锅上，脑海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铁锅，空的铁锅，变形蛊虫的破绽，有了！我的心中猛然冒出了一个念头，那就是之前一直困扰我的，究竟该怎么分辨出一个人究竟是变形蛊虫还是人类的方法，似乎已经被我想到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口已经空了的铁锅竟然会一下子让我茅塞顿开，让我想到一个我之前一直忽视了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在我的记忆之中，无论是李警官还是穆警官，在他们2个暴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前，我其实都有在他们2个身上发现过一个诡异的共同点。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这个共同点便是李胜利和穆警官2人在暴露身份之前都出现了异于常人的惊人食欲。我开始仔细回想起来到考古基地之后，李胜利和穆警官他们每一次吃饭的细节。首先是李胜利，我记得他在被我们发现之后，在大家一起吃的第一顿饭中，就表现出了和普通人完全不同的好胃口。当时我还以为
他们是因为许久没有吃过东西，肚子太饿才会如此。但仔细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年纪比李胜利更年轻的陈美阳和冯春两个人，在同样一整天没吃东西的情况下，胃口也还没有李胜利好。然后便是穆警官，如果说李胜利的情况还能用他的确就是胃口比普通人好来解释的话，那穆警官的情况就更有说服力了。我清楚地记得，在到达考古基地后的一顿晚饭时，穆警官所吃下去的食物分量并不是很多，也就是普通人的程度。之后好几顿饭也都是如此。然而当穆警官受伤之后，他的胃口却一下子变得出奇的好，尤其是当林千怡给穆警官包扎过后，方从昏迷中苏醒的穆警官便一连吃了好几大碗热汤。那时候大家的注意力都被穆警官的伤势所吸引，却没有想过一个受了刀伤的人怎么可能刚苏醒就会拥有如此好的胃口。但现在这一切却已经有了解释，那就是我们当时发现的受了重伤的男子其实根本就不是穆警官，而是化身为穆警官的变形蛊虫。所以说无论是李胜利还是被蛊虫取代之后的穆警官，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便是两个人呢不同寻常的好胃口。再仔细想想的话，或许这是因为变形蛊虫变化成人形之后需要消耗相当多的能量，所以他们才会对食物表现出如此的饥渴。如果我的这个猜测没错的话，那么剩下的众人里究竟谁是变形蛊虫就已经一目了然了。撇开已经死去的胡警官，活下来的4个人中只有1个人在最近食欲大涨。虽然当时的情况可以用大家心情大好胃口大开来解释，但那个人在晚饭时吃掉的东西也实在是太多了一些。没错，那个在晚饭时吃掉了将近60个饺子的人，他才是变形蛊虫。想到这儿，我不禁脱口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冯春。原来是他。我的话音刚落，却冷不丁背后有一道声音在我耳畔响起，你终于知道了吗？背后突然传来人声，让我心中不由得猛地一怔。我没想到在我全神贯注思考的时候，竟然已经有人走到了我的背后，而我却完全没有察觉。我慌忙想要转过身去，却不料已经迟了一步。在我身子刚转了一半，还未曾看到站在我身后的究竟是谁的时候，一股风便自我背后响起，砰的一声，我的后脑勺上已经被什么重物重重地敲了一下。那一下的力量极其猛烈，又正好砸在我的后脑勺，让我顿时感到满天星斗，身子摇晃了一下，眼前一黑，便向旁摔倒在地。但是我还是勉力抬起头来，想要看一看在背后袭击我的究竟是什么人。金星乱蹦之中，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只见原本一直给人老实巴交印象的冯春，此刻却是一脸凶恶地站在我的面前。他手上拿着一把铁锹，铁锹上还有鲜血不断滴落。冯春，你果然……我的话还没说完，那冯春已经再度举起了铁锹，如同打高尔夫球一样用力挥出了一道弧线，重重地砸在了我的脸上。我的头不由自主地向后一仰，砰的一声便撞在了地上。这一次我只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便已经人事不省了。在我将昏未昏之际，我似乎感觉到有人在拉着我在地上拖行。等我再度醒过来的时候，我的头顶和后背上仍然传来一阵剧痛，尤其是后脑勺，好像是有一块烧红了的铁放在上面一样。我想伸手去摸一摸我后脑勺上的伤势怎么样，但是却发现自己的双手根本不能动弹。再转过头去看，才发现原来我自己的双手已经被反绑，整个人被束缚在了一张木质的靠背椅之上。我所在的地方是一间陈设非常简单的屋子，周围的摆设有点眼熟，应该就是我们原本居住的区域附近的某一处房屋。我醒过来的时候，
屋子里还点着一盏汽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很快发现，除了我自己之外，此刻屋子里还有一个人。之前和冯春一块消失不见的陈美阳，此刻正躺在我的脚边，他的双手双脚都被绳子给捆绑了起来，嘴里也塞了一块破布。陈美阳看到我醒了，立刻发出了呜呜的声音，同时用眼神指向了某个地方，示意我看去。我撇过头，朝着他给我指示的方向看去，才发现了房间里除了陈美阳之外，原来还有另一个人。而那个人不用我看也知道，正是伪装成了冯春的变形蛊虫。只不过此刻的冯春看起来有些奇怪，只见他呆呆地站在我们面前，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好像是雕塑一样，让人不寒而栗，完全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见状，我试着用力扯了扯自己被反绑着的双手，却发现根本毫无办法松开，正四处张望着，想要在房间里找找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绳子解开的时候，我们面前原本一动不动的冯春忽然好像苏醒了似的，整个人哆嗦了一下，清醒了过来。林同志，不用找了，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得上你。听到冯春的声音，我回过头，忍着身上火辣辣的伤痛回道：你就是变形蛊虫吧？真正的冯春一定在那个巢穴里就被你杀死了。冯春微微一笑道：你猜得不错，林四九，我很佩服你的观察能力，只可惜你这一次发现的晚了一些。我哼了一声道：那么说来，胡警官也是你杀的吧？那天晚上你一定是找了个借口进了胡警官的屋子，想要杀了胡警官，好让那只变形蛊虫取代他。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当时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你先进屋子，吸引了胡警官的注意力，然后趁着这个机会再让那只变成了胡警官模样的变形蛊虫突然出现。只可惜你一定没料到，惊慌之下的胡警官竟然还有反抗的余力，反倒是把那只变形蛊虫先一步杀死了。冯春点点头说：不错，那个胡警官别看平时一副不着调的样子，他的本事却大得吓人，我们2个人竟然都制服不了他，还反被他杀死了我的同伴。要是那天一切顺利的话，我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子煞费苦心布置，一直拖到现在才对你们动手了。苦心布置？哼！我哼了一声道：这么说来，林姐那天听到的动静其实也是你故意弄出来的吧？你是故意让她替你背黑锅，好让我们2个因为觉得变形蛊虫已经被关起来了而掉以轻心吧？唐飞说的没错，你们这些虫子果然狡猾。冯春也不在意，继续说道：分析得很透彻，要不是能肯定你当时不在现场，我都要以为你已经亲眼看到了整个过程。就在这个时候，陈美阳发出了呜呜的几声。冯春看了他一眼道：不要急，我很快就会让你解脱的。冯春的话立刻让陈美阳脸色变得煞白，虽然说不出话来，但他的身体却开始瑟瑟发抖起来。我也紧张地说：你想对陈小姐干嘛？救援人员马上就要来了，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离开这里，只要你把我们暂时找个地方关起来，就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得到自由。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再开杀戒了。而且说起来，虽然你以前是只虫子，可你现在已经和人类没有什么区别了呀。难道你们变形蛊虫和我们人类之间就不能和平共处吗？冯春轻笑了一声，仿佛我刚才说了一个笑话似的。他随后说：和平共处？哼，怎么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杀死并取代你们人类就好像是我们的本能一样，就好像是你们人类看到蟑螂就会本能的想要拍死它一样。我们看到你们人类就会本能的想要取代你们。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切大概是以前培育出我们的古滇人不小心印在我们基因里的本能吧。一边说着，冯春已经走到了陈美阳的身边，他居高临下地凝视着躺在地上的陈美阳，身体开始逐渐抖动了起来。不只是陈美阳，我也大惊失色道：你想要干什么？抖动中的冯春缓缓说道：我要干什么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你别急，等处理了这个女人，接下来
就会轮到你了。当冯春的话音刚刚落下的时候，恐怖的一幕忽然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只见从冯春的鼻子、耳朵还有嘴巴之中，忽然有成百上千只白色的虫子啪嗒啪嗒的掉了下来。这些虫子外形看起来就好像是白色的蠕虫，它们落到地上后，一边在地上留下了许多透明的液体，一边开始快速的聚拢起来。从冯春身体里掉落出的虫子越来越多，就仿佛它本身已经化成了虫巢一样。而那些掉落出来的虫子并没有散开，而是纷纷聚拢堆积在一块，它们越聚越多，越堆越高。3分钟之后，这些虫子们已经堆出了一个快有1人高的虫堆。一直到从冯春身体中不再有虫子掉落出来之后，那些已经聚拢成团的虫子忽然间开始发生了异变。我看到那些白色虫子的表皮忽然开始变起了颜色，有些虫子的表皮变成了黑色，有些则变成了白色，还有些则变成了黄色。与此同时，这些虫子原本蠕虫一样的外形也发生了变化，有些虫子变成了长条形，有些则变成了圆形，还有些虫子则将原本皱褶的表皮变得光滑扁平。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